Hello，各位玩家們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，我是大陸。這期大陸就為大家帶來了7月份的手遊推薦。那麼在這次要推薦的清單中，就包括了概念相當特別的恐怖射擊遊戲 Hololive 首款節奏 RPG 遊戲，鬥羅 IP 首款開放世界 MMORPG， 經典的橫向卷軸動作遊戲，以及其他如書店模擬經營、休閒對戰、益智玩法、策略塔防和其他玩法風格的作品等你來發掘哦。這些遊戲的排名都是不分先後的，如果你想知道哪些好玩的游戏，那就大陸一起看下去吧。查尔斯小火車是一款概念相当特別的恐怖射擊遊戲，在 PC 推出時就因為蜘蛛火車這個詭異搞笑的設定引起討論。背景設定在一座島嶼上，你將扮演賞金獵人，駕駛武裝火車，想辦法擊敗那隻半火車半蜘蛛的怪物查爾斯。主要就是在開放式的島嶼地圖上到處探索、截取任務、收集資源，同時不斷升級你的火車武裝與性能，準備之後再去挑戰查爾斯。整體大概2-3個小時左右就能跑完一輪。如果你就是想體驗看看這種獵奇樂趣，還是可以來嘗鮮看看的。Hololive 粉絲集合啦 ！Hololive 最近正式推出了首款節奏 RPG 遊戲，而且目前還收錄了超過50位的 Hololive 成員，其中就包括了星街、彗星、Pecora 和莎莎等等。而且首播上線就收錄了150首曲目。最令人驚喜的是，本作採用 3D 建模和箱庭探索設計，讓玩家們可以操控喜歡的 VTuber 進行探索。故事講述 Hololive 成員們來到了漂浮世界的無人島，一起開拓夢幻主題樂園的故事。地圖中也會隱藏寶箱和小遊戲讓玩家發掘，平時還可以邊散步邊和其他 VTuber 打招呼。音遊方面則採用了傳統的下落式玩法，玩家可以通過培育成員和編組提升分數。不擅長音遊的玩家也不用擔心，遊戲也設置了自動模式，讓每個玩家都可以很好的享受遊戲，是款開局體驗很不錯的遊戲哦。鬥羅大陸獵魂世界是鬥羅 IP 首款開放世界 MMORPG， 同時獲得了動畫與小說的雙重授權，其中就從聖魂村、星斗大森林到海神島，許多經典場景都會在遊戲中重現。你可以自由探索這片廣闊的大陸。戰鬥方面採用無鎖定的機制，可以靈活閃避、浮空連擊，還能無縫切換不同的武魂，搭配自定的魂技技能來壓制敵人，獵殺魂獸、吸收魂環、魂骨，這些原作中的核心要素也都有做出來，只是後期升級難度會慢慢拉高，而且難免會有一些氪金要素存在。但不管你是無氪或微氪玩家，大陸建議輕鬆玩就好。怒之鐵拳4是一款經典的橫向卷軸動作遊戲，相信不少老玩家對這個系列都不陌生。遊戲採用復古手繪漫畫風格的畫面，搭配全新的戰鬥機制，連段系統，打擊感相當扎實。手機版也針對觸控操作進行了最佳化，也支援 Amphy 控制器，讓你用手把也能做出家用主機的感覺。不過大陸覺得觸控螢幕的操作，在面對高難度的戰鬥時可能比較吃力，建議搭配手把會有更好的體驗。而且遊戲還收錄了付費 DLC 新增生存模式與可玩角色，喜歡經典街機動作遊戲的玩家就不要錯過啦。厭倦了城市生活，就帶着你的小書屋到海邊城市尋找歸屬吧。小書店就是一款模擬經營遊戲，講述主角帶着他的移動小書店來到了海邊小鎮，開啟他悠閒的店主生活。在遊戲中，你需要幫助主角經營店鋪，了解小鎮居民們的閱讀喜好，購買和整理書店裡書籍的種類，而且還可以裝飾你的房車，放置裝飾品來提高書籍銷量，增加客人的數量等等。過程中也需要幫助顧客們尋找書籍，為他們推薦適合的書籍，而且還可以和居民們養成羈絆，到小鎮的每個角落進行探索等等。遊戲的總時長差不多在25到30個小時左右，相信一定能帶給你一段溫馨的海邊旅程的。
猛獸也瘋狂是一款休閒對戰遊戲，玩法有點像經典的憤怒鳥，結合了物理彈射跟搞笑動物的概念。你會操控掛在樹枝上的各種動物，利用拖曳瞄準把對手從樹上打下去。動物被擊中時的表情和反應都蠻誇張搞笑的，氛圍很輕鬆。遊戲收錄了多種動物角色，每只都有獨特能力可以收集和搭配。模式方面，除了基本的街機闖關，還有道具、狙擊和瘋狂模式可挑戰。整體是款蠻適合打發時間的休閒小品，感興趣的玩家可以試試看。Pastitomatch 是一款溫馨治癒的益智休閒遊戲。遊戲中，你將做一個麵包師，在小小的烘焙房裡制作和售賣暖烘烘的麵包。遊戲玩法將經典的夏洛式方塊與合併玩法結合，讓玩家們在有限的空間裡將相同的麵包合併成更大更好吃的麵包。完成解鎖全部麵包種類和數量，就能解鎖新的關卡和烘焙坊。但要小心，不要讓麵包堆積到袋子頂部，不然遊戲就會結束了。而且遊戏還設計了一個小玩法，就是每落下5個麵包，就有一個顧客來購買麵包，點擊指定的麵包就能從袋子中移除，讓顧客把它帶回去。總的來說，是一款玩法休閒治癒的小遊戲，非常適合休閒時候挑戰高分哦。遇到丰收的季節了，農夫們裝備拉滿，但如果植物們不想被收割呢？豐收王是一款策略塔防遊戲，這次你要扮演植物們，抵擋一波波的農夫來襲，守住你的農田。在每一波攻擊開始前，你可以在農田部署農作物，如果有多餘的金幣，也可以進行重充，盡量填滿農田的空位。展開之後，戰鬥就會自動進行。每個植物所需要的澆水次數都不同，所以澆水器越多，植物的產出量就越快。最後消滅全部敵人，就能進入下一波的準備了。遊戲的每個關卡都有不同的挑戰，是一款玩起來蠻上癮的遊戲，推薦給喜歡策略塔防的玩家。Beacon 是一款放食 RPG 遊戲，故事講述一顆果凍彗星墜落到了甜點島，導致島上到處都被紫色的黏糊果凍覆蓋了。於是扮演獅子國王的你，拿起了吸塵機清理島上的果凍，在清理的過程中會收集到水晶資源，利用寶劍粉碎糖果礦石和消滅怪物，也會獲得相對的資源。這時候把它們帶回營地進行加工，就能獲得讓蜜蜂子民們充飢的食物。賺取足夠的金幣後，就能對設施進行升級了。隨着任務推進，會逐步解鎖更多可探索的區域。因為遊戲不需要用腦，所以玩起來還蠻解壓的。有興趣的玩家可以試試看。堡壘英雄策略益智是一款結合塔防、肉格和空間合併解密的策略遊戲。核心不只是蓋防禦塔，還可以透過合併建築來升級城堡的防禦能力。每次挑戰的關卡和強化路線都會因為隨機機制而有所不同，所以玩起來的感受都不太一樣。敵人會一波波不斷來襲，強度逐步提升。除了抵擋攻勢，還有益智謎題可解鎖，用來進一步強化堡壘的防禦。這款遊戲比較適合喜歡動腦規劃、享受塔防策略與隨機挑戰的玩家。那麼這期的影片到這裡就結束了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遊戲。如果你喜歡大陸的影片，可以給大陸個讚、分享和訂閱。那我們就下期再見啦，祝各位遊戲愉快。